出游鸟事很扫兴，这些雷区要小心。好漂亮哎！你这是哪里华而不实啊？洗发精就掉地上，然后我就请他们来修，就是把那个洗发精背面再贴一个泡棉胶，然后粘回墙壁上。就这样，很离谱啊！上游览车卖商品，合法吗？很多导游自己都在卖啊。对啊，你知道你跟一个议题都没有答对的人站在一起，那我换一下好了。法律常识大考验，陈哥抢答颜面尽失。温馨提示，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和现金，他不负保管责任。东西被偷了应该是小偷要负责啊。你完了你不能出国。我最喜欢看陈哥这样自信满满的样子了。真的在书里，在书里。这一道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今晚呢，邀请到了4位来宾，个个都是满怀的兴致出游啊，可是趁兴而去，是败兴而归。哎呀，不知道是误踩的什么雷，让缤纷的旅行就像蒙上了一层灰。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林香，哎呦，好香好香！欢迎我们这边的哇，另外一个 size 哦，阿曼达。欢迎伊森，欢迎小鹿刘露纯，欢迎我们最爱的律师简大为，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女王之友啊！真的，我们新的女王之友应该就是林香了，是，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香水卖的怎么样？很好，谢谢你的关心。太棒了！来的这些都是爱旅行的嘛，医生之友，他每一年都会给自己安排，他都去一些很奇特的点，对啊，挑战自我啊，挑战自我。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段。旅行就怕踩到雷，这些雷点一定要注意哦。司机图谋不轨，对你还好吧？不是那方面的，对，那方面的我应该是没有这个疑虑啊，不用担心，因为你跟你姐长得很像，对啊，我怕那个时候光线模糊的情况下，那是口味特别一点的话，那可能会对，不小心。在台湾？没有，在日本。对，日本呢 ？Japan， 对，那个时候去日本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忘记这一段呢，真的。他对你图什么谋，布什么鬼了？其实不是对我干的，那个时候是。真的，好棒！因为讲是日本的故事啊。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地方？东京吗？对，Tokyo， 那个时候东京怎么会？Tokyo，不用吗？对，回到故事是我那个时候跟朋友一起去，然后想要去那个富士山、富士山嘛，之前没有去过，虽然在日本很久，但是没有去过。对，当时就想要观一下，就很漂亮嘛 ，綺麗这，就想要看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搭那个巴士啊，或者是那个捷运啊，比较慢，比较麻烦，就是想说我们就包车的，那个时候就用那个 app 啊，去看一些很多的服务啊，上面就有包车的服务，几个小时多少钱这样子，我们就觉得OK 这样子，我们几个人会平均下来会比较划算一点，就觉得一整天都还不错，我们还特地找了一个会中文的司机，对，沟通方面比较好，因为我日文不是那么好，对，很奇怪的，对，好奇怪哦。对，我日本呢去富士山，但是找中文翻译。就是沟通还是要比较顺畅一点。你继续。对，有点奇怪，但没关系，这个故事还是不会影响的。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沟通啊，或是讲要去哪里比较方便啊，就是一路上前面都觉得蛮顺利的，他的人好像也蛮好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聊天了，但是就在我们去餐厅啊、景点啊、拍照啊，我们那个小信啊很漂亮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拜，回去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差不多，应该可以抓到我们包的那个时间。然后中间回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中间有一个友達，一个朋友，他就很想尿尿，就觉得想尿尿的友達，想尿尿的友達，我们呢就想说还要多久才会回到饭店呢？那个时候打开那个 app， 我们就 Google Map 就想说查一下，
好奇怪呢，它的路线跟 Google Map 的GKIMAS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对，绕一圈，一圈好远呢，我们就觉得好奇怪，问司机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这不是这个路比较快吗？他说没有啊，我们这儿就是走这儿比较快。对，走这儿比较快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懂啊。你是语言天才。好奇怪的，我就想说，明明就看这么大一圈，你骗我说这样比较快，我们就想说不行，不能让他多赚，因为我们超时就要加钱嘛，我们没有带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预算，我们就想说赶快的就让直接在我们附近的地铁站赶快下去，朋友可以先尿尿，我们也可以不要让他赚这一手，我就觉得大家要小心呢，真的，因为你要先讲好，看那个时间，我就觉得他想要干什么，想要多赚那一点钱，这样子是打妹的。真的，掌声鼓励。太厉害了，对啊，不过这种雷，人在异地他乡，很容易发生这个事情。对，因为你不懂嘛，对，你怎么办？你人生地不熟的，我之前遇过也很类似，但是我也是在离岛，在马祖。那时候对我在马祖，那时候我是去开庭。那大家知道那个法院在南竿吗 ？OK， 那边的法院因为很缺律师，法官都会礼遇你，所以其实连饭店啊、车子都是就是法院的书记官帮我找的，我就觉得备受尊荣，你知道？当然钱要自己付啦。那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时间还早，我要去北竿搭机嘛。那请他就说，我想要买一下当地名产，就是那个马祖的有一个陈膏。然后我说，那你当地人应该比较知道，我要买那种就私藏的回去送人家。他说没问题，来就带我去。开始本来直开，因为他们是环岛嘛，那个公路，突然就往右一插进了那个树林里面，然后开始开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然后都是沙石。但我心里想说，既然是法院，马祖也有产业道路，也有，而且还是往中间开的。那我想说，超捷径，对，书记官叫的人总不会把我抓去卖吧 ？OK， 他就后来开到了一个有点像深山的地方，然后那边一个招牌都没有，有一个平房，很像以前那个当兵的中山市。然后我就进去，果然那里面小姐就拿了2个这个陈膏来。他说：“我这个跟你讲，你是法院介绍的，我一定给你便宜，就1600就买2个3200这样子嘛。”我就想好就买啦，然后提着超重的东西，超级重，行李还差点超过，然后就是又搭车回到美干机场去，中间还有搭船等等的。反正多绕那一趟，我的计程车费多喷了600块，但觉得算啦。他说他有给我算便宜，因为你要求要去买酒的。对，而且我觉得说，第一个买到当地特产，就是外面买不到；第二个他说他有给我算便宜，我就相信了。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但2天之后，我助理请假，因为我基本上不太记性，都请助理帮忙。好，我那一天就刚好他请假，我去邮局一看，我的那一箱为什么陈膏摆在邮局里面？邮局就有卖，后来邮局就有卖，全台湾邮局都有卖，而且他才卖1200。然后我就觉得哇，你这样子骗我的，你还算我计程车费，然后还帮我去抓去宰，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马祖开庭了。这样子真的很哎。对啊，那它是一个卖土特产的地方。它是一个疑似卖土特产的地方，如果那边有人口贩运，我也相信。他们长得超级奇怪，很难想象在马祖，它就是台湾在区内会有这样转进去，然后是没有公路，没有柏油路那种。等下你试试，你会不会看到的其实不是人啊？就我拿到什么东西？因为我在马祖也有去过，你拿到的会不会是别人的祖先啊？打开这客倒出来都是奶粉。我跟你讲，这个的马祖陈膏不得了，你看还有祖先的照片呢。餐厅热情过头，对，好了，现在下面一位了，可以了。你也要听一下吧。这个是好事，他要招待你很多。这在哪里？他在台湾。哦，其实它的食物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食物，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很容易吃海鲜会过敏的，因为我不想害它被炎上，加上我有炎上体质，我就不方便说是什么，不方便说这是什么食物，了一下。对，反正呢就是它，我不能吃海鲜嘛，一定要很新鲜的。可是那时候我就真的好想要吃那个产品，然后我就上网找了那个。Google 找了他的那个评价嘛，然后他们的评价就是5颗星哦，然后大家也说食物很新鲜啊。是什么样的海鲜吗？有很多，没有，要新鲜的，然后评价的要很好。查了之后呢，我就去定位了。可是我自己个性也比较强，也比较不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就是按照我的名，我用我本名，因为我本名就叫林香，我就定位。结果呢，我是定那个礼拜5，结果礼拜3的时候，我朋友就密我说，你
礼拜五是不是要去吃这间餐厅啊？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我朋友知道？他就说没有，因为今天整个店家都在炫耀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已经觉得不是很舒服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好了，因为毕竟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就想说算了。结果我们一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店有一个就是桌边服务是非常热情的，就会帮你包好饭呐，然后直接递到你嘴巴里，塞到你嘴巴里，这是他们的特色招牌。是女仆餐厅吗？怎么有这种？在台湾。对，在台湾喂你。对，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我自己来。他就说，而且我跟你讲，他在做那道料理的过程中是全程在你的餐桌旁边，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一直有一只手机在旁边这样子拍，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不好意思，你这个相机是要拍什么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拍我。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因为我们店里的经营方式就是会拍客人的反应啊，还是什么的。我就说，哦。好哦，然后我朋友也知道我状况不太适合一直被拍着嘛，然后我朋友就说哦，可能不太方便，因为他有签公司，这种肖像权不太能未经同意上传，然后他也假装没听到，因为我们已经制止他不要再拍了，他也假装没听到，继续拍。接下来他包好他的饭要放到我嘴巴里的时候，我就说啊，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他就说，可是这样就没有画面嘞，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过程中我们跟姐妹聚会的时候，我们想要聊天，然后他时不时就会过来参与我们的话题，然后手机一直在旁边拍着。哦，这已经不对了啦。对，然后后来这个后来更夸张之后是他朋友还打电话视讯。说哎，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我一开始就是礼貌打招呼，说哎嗨，你好，很没礼貌。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我就说哎你好，打个招呼就想说算了。结果他们在旁边聊很大声，一直狂聊，一直讲我。然后后来他就说好了，再给你偷看一下，又是很大声，又把镜头转向我，我就觉得非常。你这都在公共空间，你没有包厢，没有包厢，都是公共空间。可是我已经跟他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你应该要有包厢的。对，然后结果我们离开那间餐厅，就外面有一整排的亲友团准备要。拍照，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直播你吃吧，我看。你的知名度给你带来蛮多困扰，对不对？对，我觉得你要自己小心。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现在连可能出去吃饭都觉得算了，好懒哦。去休假想要去公共空间，我也会觉得算了。你一定要带着一个可以很严肃扮黑脸的人，但是不需要简大为律师。我用林香如来定之类的。林香如，林素珠，你要取一个林素珠什么之类的。对，你不要本名，以后定位尽量不要用本名，然后尽量要有包厢。对。然后可是你不要因为说哦怎么会有这个麻烦，所以就不去吃饭了，不接触人群。这样太极端了。你越活越窄，你人就出毛病。我人就要出毛病了吗？一定会，因为离群所居一定有问题的。然后带着一两个可以扮黑脸的朋友。对。好，那我会加油。讲到吃的东西，真的要非常注意哦。像日本人又有了。对，这次我是上一次去东京嘛，是富士山，这一次去Osaka 去大阪。又有。对，你很喜欢去日本。日本应该东南西北都去了。对，其实蛮多，还有一些地方九州什么的还没有去过。对，因为跟山长的地方不一样嘛。对，这次去 Osaka 是去一个很有名的黑门市场。对，黑门OK 去黑门市场。就是很观光很有名嘛，吃海鲜，对，就觉得很新鲜嘛，然后就觉得大家那时候没有认真查，就想说去那边感受当地直接那种那个民情的那种，随便吃都不踩雷的，对啊，随便，然后就看到很多，怎么进去好多人会讲中文，就是这边就好吃的，新鲜，我想说那就简单可以沟通，然后菜单也有中文，我们就去吃。真的还好，对，就真的还好啊。对，这样打妹的就是那个海胆，它是有点黑黑的，对，就是没有那么新鲜。后来去吃其他店家就觉得，其实还就是那种都日文或者自己找的那种还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如果中文太多的那种，尽量先不要。对，后来有找到一个就是阿嬷的一个鳗鱼饭，也在黑门市场，蛮好吃的。大家如果 Google 那个阿嬷黑门市场鳗鱼饭，我还真是看过有中文的店。红豆泥美味しいです。什么有中文的店？这叫中文店，它的菜单中文菜单跟外文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对，真的超真的贵。对，中文比较贵。我去欧洲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捷克，然后他那边的市场有就是一般的这种路边餐厅，有分中文版的跟外文版的，当然还有英文版，我3个都拿来看。中文版就是贵它一点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假的，可能是观光客的，可能是他换算的汇率，可能是我们亚洲人不怕花钱吧？对，有可能觉得我们比较赶，因为捷克其实它的经济跟我们比起来比较差一点点，所以我们那边是比较低消费的。对，这真的要注意。对，因为我们去任何国家玩，你那个国家会不会再去，都是因为它很好吃。好吃是关键。对，它一定是很好吃，不好吃的国家，它再漂亮，你看过一次就好，不想看就不见得会想去看第二次。我目前问过很多人，大概就这种感觉。我这个饭店华而不实啦。哎呦，哦，住的地方也是很伤脑筋。对，什么国家？富国岛。越南的富国岛，越南，它是度假胜地。对，然后因为我们就去，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同行的有个朋友，他是某一个饭店集团的 VIP，所以我们就当然靠他订饭店就可以，对啊，我们可以升等或是有很漂亮的那个优惠嘛。对，然后我们就也是订了一个度假村，然后那度假村呢还有一般的房型，然后也有 villa 的房型，那因为我们一行就7个人，那我们当然就要住那个 villa，对，而且 villa 还有我们个人私人的泳池。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还有帮我们升等到海景房，所以我们就一进去 villa， 对，然后就打开落地窗，倍享尊荣啊！呀，那个泳池走下去就海边了，多漂亮！来，我们就开箱，有影片，很大的餐厅，很大的餐厅，完了很大的客厅，有没有？然后落地窗，直接落地窗，要准备，准备哦，漂亮的要来了，漂亮啊！对，3、2、1，要准备。你看，我们个人私人泳池，然后呢走下去就是海边。你这是哪里华而不实啊？对，好，那很漂亮，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一到那边你就要立刻换泳衣，要拍照嘛？太美了。然后我想说，那我就顺便先冲个澡好了，然后就进我们的房间，然后我就在那个淋浴间。我打开水龙头，为什么它就只能往那个水往下面流？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整个站在那边一直找不到可以转接的那个那个阀，不是可以变成淋浴的？对，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阀，还有花洒，还有莲蓬头，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找不到那个转接的阀，我就在那边看超久，想说不可能让我蹲在那边。这么先进，你看不出来哈？对，真的还是声控的。后来我发现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吗？因为它那个头根本已经不见了，它只剩一个螺丝头，就是一个那种螺丝钉的头。那个要骗几家？所以我每次要洗澡，我们就要用指尖先把那个头拉起来，然后再用指腹把它翻开，我们才可以转哎。然后找他们来修也，他们也都不修那个。好，然后我就洗那个，它不是墙壁上会有洗发精，然后护发乳跟沐浴乳嘛，然后洗发精就掉地上，啊，怎么会掉？你手劲儿太大了。不是，它根本没有，它上面是没有架子的哦。然后我就请他们来修，那你知道他怎么修吗？他就是把那个洗发精背面再贴一个泡棉胶，然后粘回墙壁上，就这样。好不环保。那怎么可能粘得住？白痴！我每天就洗澡，墙壁会湿啊。对啊。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掉2、3次，我们也不想找他来修，我们就干脆放在地上。你们饭店是纸糊的耶。然后就是我们房间发生的事。纸扎屋。对啊。隔壁另外一间都融了。这就是世界名句纸房子啊。纸房子。然后隔壁一间房间也是离谱，他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全部灯都关了，唯独他头上那一根砍灯，对啊，就在头上，就那一个站着，好像在侦讯他一样。他找遍房间所有的开关，就关不了那一个。他当天晚上也没有。总有一个全关的按键。没有，就是全部关了，就是那一个还亮着。他实在受不了，他就先。这种床我睡我就承认人是我杀的。他承认了。我跟你讲，他就只好先用一个什么浴巾或毛巾先把天盖住，隔天再请他们来修。哇，睡得这么庄严。然后你知道他们来修，我们就这样集体开，因为想说怎么可能关不了？你知道他怎么修吗？他仿佛在打什么摩斯密码，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灯的开关吗？对，他真的开关掉了，关掉了。可是我不知道换了几道那个卡，就啪啪啪啪，然后他可能有顺序哦。最终有关掉。可是我们平常人怎么知道？对啊，怎么按这样子啊？然后好，就已经这样，还没有结束，还没结束。埃及探险踩到大雷，随性之旅笑不出来。就决定说，我们到了就是那个开罗的现场，
我们再找导游就好了。一上车我就发现他不太对劲，一直迷路，一直迷路。他说你帮我打开 Google Map 好不好？我说啊，他说他当地人，对他当地人，然后他要我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帮他指路。好扯哦！难怪你臭没出来呢。对啊，你真的臭没出来。已经那种大大小小很多瑕疵了嘛，那我不是说我朋友是 VIP 吗？所以我们就一直反映，一直请他们客服来说，他们当然饭店也会觉得不好意思，要换房间了吧？没有，他们就只是送了水果盘跟一些小甜点，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进来那个打扫，顺便送这个，所以我们就回来之后，我们就看到，餐桌上有水果盘，好棒哦！可是怎么有人吃过？不可能吧？对，不可能吧？5星级饭店怎么可能有人吃过？好，我们就再认真仔细看，发现不是有人吃过，是上面我们那个餐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水晶吊灯，其中有一个水晶柱掉下来，然后因为它的水晶柱太像汤匙了，然后把那个西瓜砸烂，我们就以为有人吃过，很像哎，好危险，落在那个餐，这么刚好不是你们买的，不是我们买的，它像落在那个盘子旁边，我们以为有人吃过，太荒谬了。是上面的水晶柱，这会砸到人怎么办啊？对，所以很离谱啊！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发生？这个雷踩的也是厉害。对啊，我的其实也是一个奇葩，奇葩，对，奇葩，导游不懂装懂。哇，在哪里？装导游，什么国家？埃及。哦，埃及当地导游他不懂什么呢？不懂日文。他能不懂什么呢？你可以告诉我。他什么都不懂，食衣住行都不懂。你为什么去埃及要穿得像义消一样？没有啦，那是土色衬衫啦，我要配合啦。整个配色，你有别的解读吗？你觉得像不像？很像义消哎。后来有完成任务吗？然后，没有，找不到火，没有火。我觉得你可能是找不到水吧？现在找不到水，找不到水了，怎么办？我就是提油救火了，我就提油救火。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跟我的朋友2个人就决定说，我们到了就是开罗的现场，我们再找导游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因为那个当时出发时间也很赶，所以我们就没有先在台湾先安排好当地的那个导游或是旅行社这样。然后呢，出境以后呢，就一堆的，就是他们算是那种旅行社啊，或者是小蜜蜂那种招客的那一种，然后也有公司行号的，也有个体户的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这样有点像那个简大为这样子西装笔挺的那个天气，对，然后呢，你就显得他很人模人样，然后穿着皮鞋，然后戴一副眼镜。体感温度大概那边的因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上，所以大概只有10度。沙漠气候就是晚上白天很热，对，他们的日夜温差差很大。然后那个时候也因为时间也晚了，我们什么行程什么都没有安排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以貌取人，这样想说，他看起来最震惊，而且他手上拿了一堆资料哦，他的手上的资料全部都是还是用那个 A4 纸输出，然后还就是那个表背这样子，有系统，然后跟我讲说他带过哪些团，然后就是去过哪些行程什么的，然后那些照片看起来哇都漂漂亮亮了，然后感觉就很专业，他很有经验。对，我说好 OK， 那我接下来1个礼拜。我的这个就是我在埃及当地的这个旅程就交给你安排了，然后我们就谈好一个价钱这样子。他是连人付交通工具的。对，他自己开的。也是个包车的司机。对，没错。然后呢，隔天早上睡起来的时候，好，我们就上了车这样子，想说开始了，开始各个景点探索这样。结果一上车我就发现他不太对劲，因为。他就是在帮我们开车吧，还帮我们开车吧，然后送我们上车，像什么都客客气气的。结果一坐上驾驶座的时候，整个埃及冯迪所上身，就是路怒症到一个不行，你知道吗？他只要能吹的那种就是路段，就是踩到底，然后已经逼到前车的时候再给你急刹，然后就是。大家的车流就正常在走，他就是要叫东钻西钻，东钻西钻。他的市区可以飙到80、90，然后高速公路可以飙到大概130、140这样子。然后你听到，然后整台车子，因为车子也不是说很豪华的那种车子，所以整台车子都在晃，都在抖这样，然后就觉得自己生命有危险了。好，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他要这么急、这么赶的在开呢？因为他一直在走错路。我就发现说，譬如说我们要去某一个寺庙这样子。
然后奇怪，这个风景我已经看过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到？然后就这样重复第2圈、第3圈，他就在车上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帮我打开 Google Map 好不好？我说啊，他说他当地人，对他当地人，然后他要我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帮他指路。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有点不太对劲了。你身为一个当地人，你竟然不熟就是埃及的这个路，然后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开地图的话，你凭什么叫我开我的手机？也是你自己开这样，我就说 use your phone 这样子。然后他说他的手机没有那个就是 WiFi 的那个流量已经不够了，对，就很用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好吧，那我就打开我的那个 Google Map， 我就开始真的要帮他指路这样子。中间的时候就要停下来，然后就吃午餐这样。吃午餐的时候，照道理就是导游他会自己一桌，然后客人一桌，或者是他点自己的这样。没有啊，他就很热情的，然后就招呼我们进那个餐厅。开始哦，一坐下来，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菜单，他已经点好了。他就跟那个就是服务生讲说，哎，要什么，点了一整桌。你们总共几个人？我跟我朋友加那个导游，总共3个人。然后那个菜大概12道菜吧，然后每一个还有饼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各种，然后根本吃不完。然后最后就是吃完了以后，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上车，就是上车。然后他跟你们一块吃，对他跟我们一块吃。我想说，为什么他高兴点什么就点什么，然后我们还要帮他买单呢？对，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啦，就当做交个朋友，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就是你人也太好了吧？就是好吧，然后我们就在桌去买单了。好，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要看金字塔，我就是来那个埃及最重要第一个要完成的心愿清单就是金字塔，这样。结果过去的时候一路哦，就是也是东绕西绕，我就想说不对啊。我明明看那个就是那个 Google Map， 如果从市区到那个金字塔1个小时之内一定会到，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从1点开到2点，开到3点，然后都在不知名的小路乱绕，然后就中间经过一个检查站这样子，然后那个检查站呢就有很像是警察穿的那种深色颜色的制服，这样就把我们的车拦下来。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警察看到他超速，所以他就跟他开了罚单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跟那个警察就吵起来，就叭，就是讲当地话，我们也不懂这样子。结果呢，一离开那个警察以后，他转过头来跟我们讲说，这个就是他刚刚开的那个单啊，要我们付账。为什么？总共是大概是好像是50块美金吧，还跟他明明是付埃及当地的币哦，然后转过来跟我们要说要我们付50块美金。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因为那个检查站的人看到他后面载的是游客，所以当地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要收过路费的一些潜规则。然后就说，那这个就是你们等于说要观光客要去缴的这样子啊，我只是先帮你们代缴这样。骗子。然后我就心想说，明明就是你自己超速被警察开单这样子，但是我就想说啊，算了，我人也被绑架在车上，那也动弹。你付了？对，好认命哦，我付了。对啊，我就真的付了50块给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人身安全最重要吧，这样。然后总是要带我去金字塔吧，我们今天要去看金字塔。旅游住宿纠纷，意外揭露OK身份。如果我不付住房的费用，旅馆啊，那请问旅馆可以扣留我的行李吗？你没有付钱，我扣留你的行李，等你拿钱来付了以后还你，本来就这样子啊，不然。你可以跟我理赔啊，你可以告我啊。那你不可以扣留我的行李。你就是那个 OK 啊。你去富国岛有付房钱吗？结果呢？我们最后好不容易按照我的手机，我跟他讲怎么走到那个金字塔。最后的时候，他说 OK 好，已经到了金字塔的那个园区的门口了。我们到的时间就是我们4点半到的吧。我说好，那我们几点要回来跟你碰面？他说5点。我说开始，现在4:30，你要我5 o'clock 回来这边跟你碰面。那个金字塔园区大概有可能大概有30个足球场这么大，然后30个足球场，对，超级大，因为它那个园区每一座可能中间距离可能还有1-2公里，那么之远。那里面都不能开车的，那里面不能开车，
那里面是你要徒步的，然后或者是你要租骆驼。那逛完都7、8点了。对啊，然后我就说不可能，你一定至少要留2个小时、3个小时让我去参观这样。他说 no， 这个金字塔5点就关门了。所以他说，所以 go， 他说你只剩下30分钟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太瞎了吧。会拖到现在，是因为你一直迷路，你到不了金字塔，然后最后你只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好扯哦！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一张照片，就是大家跟金字塔拍照，可能都是在金字塔的下面。那我是因为只有半个小时，我冲进去，然后而且我要算返程，要冲回来15分钟嘛，所以我就跑了15分钟，跑到我觉得离金字塔最近的地方，大概可能还距离2、3公里，然后在这个地方远远的跟金字塔合到照，然后再冲就100米冲刺冲回来，因为他们5点要闭园这样。难怪你臭没出来呢。对啊，我真的而且很喘，超喘的。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个观光人潮全部都是往外撤的。我就出来以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讲说，明天我就不要了，我要自己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我的第2天、第3天全部都会毁掉，一定会。对，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当做我还没有去过金字塔，所以我第2天才又老实的去找了一个就是有店面的那种旅行社，然后请他安排导游带我再去一次金字塔，受了一肚子气这样。花冤枉钱，然后钱又花，完全。我说这么多年怎么都胖不起来，原来都气成这样子。太郁闷了。今天刚好有简大为在，简大为在，他其实有目的。长知识，马上进行法律常识大考验，旅行纠纷篇。法律常识大考验，旅行纠纷篇。旅行总是会碰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法律纠纷。今天我们来长知识，直接来进行了吧？直接来。好，第1题。因为旅行社他忘记订机票，导致行程 delay 了。那除了退款之外，我浪费的时间可以索赔吗？浪费的时间可以向旅行社索赔吗？5秒钟，请作答。对哦，是针对浪费的时间哦。我损失的旅游时间，时间是金钱。我在最后一个悬崖勒马，只有林香一个人说可以索赔。因为我就是这么认为啊，因为我请你订机票是你自己，你忘记订，你耽误了我出国的时间。对啊，那我的行程就被你打乱了。我的工作就是因为这趟旅程，所以请假的啊。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曾先生，曾大哥，怎么有些曾大哥可以悬崖勒马？没有，这是我的立场，我自己觉得，只是觉得想蛮合理的。对啊，我觉得时间真的比较难去定义，而且你的对怎么算？因为有些人很闲，他的时间可能对，像我。你就是定4月1号到4月8号，你就这一个礼拜。对，我就这个礼拜。他到了3月29，告诉你没有订机票，你4月1号去不成，你怎么说？我如果没工作的话，我觉得还好。我说了，你只有4月1号、4月8号有空。时间很不值钱哎。我会很气，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去跟旅行社讲的话，是不是他每一个标准都很难定？对啊，他要怎么算那个时间赔？这个真的很尴尬。对，但你会很气，你可以给他复评，但是可能没办法索赔。不能索赔。可能我觉得关键字就是浪费的时间。对，他可能换成别的，可能可以索赔。好，对，来，答案是好，恭喜刚刚陈哥悬崖坠马。悬崖坠马，可以索赔。其实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规定吼。法律常识大考验，陈哥抢答颜面尽失。温馨提示，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和现金，他不负保管责任。东西被偷了，应该是小偷要负责啊！你完了你不能出国。我最喜欢看陈哥这样自信满满的样子了。真的，再处理。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规定吼，因为大家都知道很难算，虽然时间是金钱，但是没有办法量化，所以我们法律特别规定了是总金额除以总日数
最高不能赔超过这个钱，比如说5万块，5天行程，最多1天就赔1万块这样子，delay 1天就赔1万块的概念。哦，所以他这一天不管 delay 有多少时间，我就算1天。我们的定型化契约上面说，超过5小时算1天。哦，超过5小时算1天。对，哇，如果让我参加是游轮之旅，他赔惨了。对，他学了起码30万以上起跳哎。对他，可是他也比较长啊。游轮可能30天，那1天也只有1万块而已。哦，它是除以他的日数。但你要提出相关证明，就是因为他的疏失。对，但这个部分疏失都还蛮明确的啦。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只有1个人答对啊！长知识，长知识，聪明的人，冷知识的。来，请回答题区。OK， 好，来哦，进行到第2题。请问一下，如果我不付住房的费用，旅馆啊，那请问旅馆可以扣留我的行李吗？不付费用，他可以扣留我的行李啊。是住房蟑螂吗？对，住房蟑螂。不付住房费用，旅馆可以扣留我的行李吗？我的的私人财产吗？可以吗？请作答，5秒钟。好难哦，好难受。哎呦，又是4比1了。住房你本来就要付钱，对，你本来就该付。你没有付钱，我扣留你的行李，等你拿钱来付了以后还你，本来就这样子啊，不然，要不然怎么办？有点押金的，要不然我还叫警察把他抓走。会不会是一码归一码的概念呢？是，你不付房钱是一个概念，他扣留你的行李又是另一个概念。对，是吗？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吗？私人财产。对啊，我连人都不让你走了，为什么不能扣留你的行李？哎呦，你可以跟我理赔啊，你可以告我啊。我跟那你不可以扣留我的行李。先说人要上法院，人一定可以走，人一定可以走。那你就是那个 OK， 我就是饭店柜台。Sorry， 我去富国岛有付房钱吗？答案是可以扣留行李。为什么？这个够冷吧？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码归一码嘛，在一般财产交易都是这样，买卖东西我不付钱，你不能把我东西扣走，我也不能吃饭就是餐厅不付钱，你也不能把我人留着或东西留着。但是在住房费用的时候，我们民法特别规定，如果你不付房费，它可以扣留你的财产，那你再不付钱，我甚至可以拍卖扣留在里面的东西。哦，那如果里面都放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呢？那就只好另外求偿啦，只好另外求偿。所以有这个，如果你要就是当霸王餐的话，你记得把穿金戴银都带一带，然后人离开就好。哦，你身上他拿不走，不能拿身上的，可以拿扣，可以拿留起来。然后里面都是些废物，不能拿身上的，只能扣去，都是一些换洗衣服，扣干嘛？那就是要造成对方不方便嘛，这就是这样子。只会造成不方便啊，好奇怪，好无聊的规定，想不到吧？聪明啊，我很聪明，很聪明呐，很聪明。哎呀，有你，我也不是，我以为我只做的哦。第3题，好，现在啊，我因为本来买了一个行程嘛，旅行社同意我把行程让给我的小孩了，那这时候门票就从全票变半票啦。那假设旅行社还没买票，好，都还没买，请问我可以跟旅行社请求退门票价差吗？难哦。好，请作答。还没买票哦。本来门票1300，变成750，我可以退中间的差价吗？好激烈哦！你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很对是技术哎，已经2题 yes 了，我就猜这题一定是 no， 因为他这题太合理。他说有陷阱。对，因为太合理，就是旅行社还没买票，那当然是可以退啊。但为什么要输这题？我也是觉得，因为还没买，所以退差价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他没有损失啊，困扰。对，答案是，我觉得这样不行，大家都在策略性，不可以退。太合理了，不用退，对，不用退，这是我们很特别的规定。我已经付全额嘞，对，可是不能退哦。我们这是很特别的规定，说第一个，旅行社不能拒绝换人，好，但是如果换人，新增费用。消费者要付钱，要补差价。对，但是如果是节省费用，你不能跟旅行社拿回来。不能多退什么？好难想哦。这是我们，因为既然是你自己要换，这是你的权利，那你就应该承担所有价差。但是应该也会有旅行社愿意换赔退。对啊，当然这是依据商业情谊嘛。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法律，就是不退就是不退。哦，哎，不知道吧？不知道哎，这题很重要哎，这题会。我们已经3题了，医生跟小鹿，你们现在都还没答对。太老
小时了。如果你1分都没有的话，你不能再出国了。真的，你会有纠纷啊！你对法律太不了解了。我会被宰。来，第4题，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告。温馨提示，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和现金。若丢失，本店概不负责。有看过吧？这很常看见吧？常看见。我看到这个公告，我还是愿意进去这个旅店住宿。如果东西被偷，旅店还需要负责吗？你说在房间里的东西吗？你就对，房间里的东西，对。旅馆要负责吗？他已经贴了一个公告了，而且在很明显的地方哦，门口这个房间门都有贴。他不负保管责任。好的，请作答。东西被偷了，旅馆要负责。来，大家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真的，你完了！我没有用他们，这是你的策略错误了。我只是很直觉的。我选关二。每一题都好特别哦。我只觉得东西被偷了，应该是小偷要负责啊。也要了，所以就报警，然后报警看。小偷如果有责任感，就不会偷东西了。也有道理。这个告知是旅馆贴的，旅馆贴的，它不代表法律公告，对，它只是一个告知，对不对？他先自己告知啊，对，不是在法律条文里面啊。哦，所以在一个治安比较不好的旅馆，他只要贴这个，他就可以都不负责任。所以啊，怎么可以？因为我们这边小偷就是多，对，你自己要来住这的。哎，我们这个饭店小偷就是比房客多，不能贴的公告就算数嘛？对啊，就拖责，对吧？我觉得不可能。答题伙伴很重要，林香想逃不了。上游览车卖商品合法吗？很多导游自己都在卖啊。对啊，你知道你跟一个议题都没有答对的人站在一起吗？那我换一下好了。来不及了。就拖责，对吧？我觉得不可能。怎么样？答案是对。医生，真的假的？对，这个东西你完了你不能出国，我会被骗、被偷、被抢。但是根据什么法条呢？对，也是民法，我们有特别规定哦，这个东西叫做场所主人责任。既然你要开旅店，开三温暖，那要对里面保管的东西，就是已经旅客带进来的东西，你就有保管的责任，不能因为你贴这个就免责。我跟林香分数太高了，我们太高了。来，现在只有医生是还没有分数的哈。我也很高，好不好？你干嘛只跟林香？Amanda 2分，林香2分，陈哥2分，小鹿1分。是啊。最后一题喽，医生你完了，决胜点哦，3位，好来吧，第5题。好，请问我去国内旅游啦，玩到一半想回家，我可以请旅行社帮我代订回家的这个住宿跟交通吗？我本来要去金门玩5天4夜的，结果玩到第2天就想走了。对，我可不可以请旅行社帮我订回来机票？他有这个义务吗？对，来，我又反向思考了。对，请选择。No， 正常来说 No， 感觉可以啊。终于有一个比较，这样最起码票数是一样的，你看太合理了。再怎么样你就是2分，错就一起错。他为什么？他可以啊。对啊，旅行社都会帮我办这些事情啊。那是因为您是曾大哥啊。因为我是曾大哥。对啊，比方说我是曾国成，你可以帮我订个机票吗？因为你是林香啊。正常来说一定是可以的。对啊，有没有义务？感觉特别把它拉出来问，就会变成没有义务。对，照理说，照理说就是本来就是可以帮我订的。对啊，但是你会这样问的话，一定是不行。有猫腻是不是？你是不行才这样问嘛？是吗？你们的题目太简单了，你看你被抓到，小心被打脸啊！抓到蹊跷了，你知道吗？答案是我最喜欢看陈哥这样自信满满的样子了。会有这种，他有这么合理哦，这个可以的。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哇，前面都在铺路。这个答案有点针对性哦。没有啊，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是行程还没结束时你就要回家，代表旅行社必须要额外支出人力帮你订提前回来的机票，对旅行社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是，但是其实我国这个消保法有特别规定就是做了一份这个定型化契约出来，就是说大家都要遵守它。上面有说，如果你要提前回家，旅行社
还是有义务帮你安排回来的交通。你就想想看，如果是春运怎么办？旅行社不就头就那个就焦头烂额了吗？如果春节怎么办呢？但是旅行社还是有这个义务帮你做。哦，所以如果他不愿意，对呀，我刚刚就觉得他会帮忙订嘛。他可以看我是可以跟他讲，对，他可以请他帮忙订。我们刚刚大家都这么觉得，怎么办？哎，真的再处理，再处理，在一起吗？真的死不瞑目，再处理。好玩。最后一题，好，大家应该经历过吧？上游览车卖商品，不是有很多小贩会上来吗？有合法吗？合法吗？来，请作答。卖一些土特产啊，对，卖一些膏药啊，哦，有没有？不合法，是直不是觉吗？你赢，就是我跟他赢。对，好，我是直是直你为觉不什么说合法。合法？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啊。对啊，很多导游自己都在卖啊。对啊，而且他可能有合作的商家，那游览车有合作的商家。你知道你跟一个议题都没有答对的人站在一起吗？那我换一下好了。来不及了。你为什么觉得不合法？我觉得如果合法的话，那会更多在游览车上。那目前在游览车上的还算是比较偏乡一点的。哦，你卖什么没办法把关，所以是不合法。也有点可能。我也比较偏向你们。对，而且好像没有开发票。对，因为你没有特别责任。很少开发票。讲就想过来了。哎呀，等一下可以改吗？你快过来。来，答案是不可以。漂亮！哇，3分啊！为什么来？好，解释一下2个原因。第一个，这个会影响旅游品质。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停着，游览车就不开了，然后上来卖，耽误大家1个小时，你不卖他不下去。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明文禁止了。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旅行社会不会处罚？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突袭你，会让你觉得，哎，我不知道该不该买，在未经思索下就买下去了。现在行政院甚至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情况去买的话，是可以有7天鉴赏期的哦。所以就这2个原因，现在都完全禁止你上车买卖这个上车做买卖了。但还是有啦，还是有，那就是台面下。所以如果他们卖的话，我可以去检举是吗？可以啊，可以。你这样又被延上了，还是不要你本人好了。好，我们现在呢，答对3题的有阿曼达和阿整成。来颁奖了，颁奖。我们有简大为律师来颁奖，谢谢旅游达人，恭喜成功，旅游达人保护自己，太好了，恭喜！每一次旅程呢，都是会是经验的累积。希望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是遇见的遇啊，都能收获美好的不期而遇。OK， 好吧，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大为律师，谢谢。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